Hello，各位兄弟，今天我们来深入聊一下 OKS，也就是 OE 交易所的常用功能，还有一些高级功能。OE 作为国际知名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除了基础的买卖交易，它还藏着一些高级的功能。首先，我们来说说它的衍生品和杠杆交易。想象一下，用一点点钱就可以撬动大收益，是不是非常的诱人？再来，它里面还有永续合约，也是 OKS 的一大亮点。还有交割合约，可以灵活的使用杠杆进行加密货币交易的时候，我们需要策略和眼光。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交易没有任何的经验，策略交易，那你可以跟着高手一起来操作。还有 OE 里面还有跟单交易，这个功能非常的实用。如果说你对某个交易的高手特别的信任，觉得他的操作策略非常的靠谱，那你可以直接立即跟单啊，这样一来，你既能学到东西，又能赚钱。OE 还有个特别的功能，就是放贷赚利息。它里面有3个简单功能，第一个是简单赚币，还有结构化产品，还有链上赚币借贷 Jumpstart。等一下视频中我都会详细的介绍。如果说你手上有些闲钱暂时不用，可以考虑借给平台上的其他用户，赚取一些额外的一些收入。当然了，这个功能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在上面来说的话是最低的。总的来说 ，OKS 交易所的功能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不过我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句：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在交易之前都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还有规划。首先，如果你还没有 OE 账户，不知道 OE 账户怎么样注册，怎么样下载 APP， 那我之前做了一期视频，就是教大家怎么样注册下载 OE 的账号还有 APP，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还没有账号的兄弟可以先去看一下，通过我这个链接注册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到 OE 给我们准备的独家注册大礼包。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你的账号注册好以后，接下来一步我们就需要进行充币。我建议大家先注册完账户以后，最好先去完成一下 KYC， 也就是实名认证。这个就像你去银行开户买股票一样，得先证明你是谁，这样才能确保你的账户安全。说到加密货币，我们除了开这个交易所账户，我们开了这个交易所账户之后，自然是要把银行账户的钱转进来买币、买加密货币。如果说你在 OE 的电脑端进行操作，左上角你可以看到有2个字买币，那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那买币的方式有3种，第一个是 C to C 买币，还有一个是快捷买币。那快捷买币的话是最简单，这里你输入你要买，比如说我买500块钱、5000块钱的USDT， 下面选择一下支付方式，支付方式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都可以，选好以后直接点击付款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那还有一种购买方式就是 C to C 买币，C to C 买币你需要在这边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在哪一个商家进行购买，你可以选择一个交易量高的、成交订单率高的商家，直接点击右边进行购买。在最上面你可以选择你要支付的方式，你可以选择支付宝、微信，比如说你选择微信支付，下面会出现只有支持微信支付的商家，比如说第一个商家它成交单量在84166单，成交单比较高，99.9%，那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购买，上面选择你要买多少币。下面你会收到 USDT 微信支付，因为它这个有些商家有要求，比如说这个商家最少你需要买1200才可以，最少需要买1200。如果说这个买不了的话，你可以换一家，因为上面的话商家非常多，比如说我选这个，每一个商家它都会有要求，比如说这个它的商家限额是1500到2568，那你最少需要买1500，你会收到多少 USDT， 选择零手续费购买就可以了，这个都非常的简单。在所有买币之前，你必须要先完成一下身份认证。身份认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洗钱等不法行为。还有一种方式，如果说你在其他平台，比如说你在币安上面也有加密货币，那你想把币安上面的加密货币转移到 OE 上面来也是可以的。怎么转移？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资产管理，这里点一下充币，点到充币后，这里选择币种，比如说我们搜索 USDT， 接下来选择网络，这里面的网络你选好以后，你再
币安里面转币的时候，网络一定要和这边选择一样才可以啊。如果说你选择不一样，那你的币的话可能就会转飞掉，再也找不回来。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啊，选好以后，下面会出现一个充币的地址，有了这个地址以后，你复制一下，那你就可以来到其他平台把币通过这个地址直接转过来就可以了。关于加密货币之间的转账，我之前在这个频道里有一个单独的视频啊，如果你还不清楚，那你可以翻回去看一下啊，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账户的安全设置，还有资金的准备工作，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探索 OE 的各项交易功能。假如说你已经从币安把钱转到了 OE，那你在哪里看有没有转账成功呢？那很简单，你可以来到左上角资产管理，点击我的资产，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近期的交易记录，你这里可以看到的，下面的所有记录都显示的，右边都会显示的非常的清楚左上角的话会显示你的总资产除了看 USDT， 你也可以看你有多少 BTC， 有多少 USD 等等都没有问题。只要资金到位，我们就可以开始交易了。比如说买点比特币、以太坊之类的热门币种。那右边的话，它会显示你的资金账户、交易账户等等。上面的话还有金融账户、资产分析、订单中心这些都有。在上面的话也可以看得到。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只有交易账户的钱是可以用来进行买币的。资金账户里面是买不了的。在交易之前，我们需要先把交易账户的钱转移到资金账户里面才可以。这里看怎么样将你的资金账户的钱转移到交易账户来，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可以点击这里资金划转，这里选择你要转移的资金，比如说 USDT， 你需要从资金账户划转到交易账户。这里你需要转多少钱过去你可以选择最大，它会把里面所有的钱转过去。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转少量的，比如说我转5U 点击确认一下就可以了直接就划转成功，非常简单下面的话会显示划转的交易记录，这里都会显示出来。这里划转的过程的话是完全免费的，不需要任何手续费，因为是台。简单来说，资金划转就像你是在同一个银行的不同账户之间转账一样，非常方便快捷。现在你的资金的话已经准备到位，已经在交易账户里面了。假如我们交易账户里面已经有钱了，上面就可以点进来看。接下来就可以开始你的加密货币交易了。对于新手小白来说，你可能经常听到现货交易，也是这个现货。第一次听你可能有点懵其实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买比特币、卖比特币。用专业点的话来说，就是在现货市场上面进行买卖操作。那我们点击右上角交易，那我们你会看到一些比较基础的和常用的交易方式，比如说闪兑、现货、合约。合约的话分为交易永续和交割合约，还有灵活使用杠杆等等。下面还有策略交易，策略交易里面有策略广场有其他人建好的策略，你可以直接跟着他们建好的策略进行交易买卖。另外下面还有跟单交易，你在交易广场这里可以看到合约跟单现货跟单。这个跟单功能其实挺有意思的，之前也给大家提过。顶部的话还有闪兑。说到闪兑，虽然它标注的是零费率、小数额兑换、简单交易。说到闪兑，它标榜的是零费率、无滑点，但用它买卖加密货币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多掏腰包。比如说你要买1个以太币下面会显示2403。我们平时的话更倾向于用现货交易，也就是基础交易这里面的这些交易方式。接下来我们来实操一下，我会用手机给大家演示更直观。可能网页版如果说你是新手，可能看起来有点复杂。那我自己的话也经常用手机来进行操作。现在我们打开 OE 的 APP， 最底部你可以看到交易，我们点一下，你再点一下交易，然后里面会出现几种交易的方式，所有的交易方式都会显示在这里。我们首先从现货交易开始讲，我们点这个现货，点一下，
点进来以后，你拉到最左上角，你看到有个 BTC-USDT， 这个意思就是你现在要买卖的 BTC， 而 USDT 是你的支付货币，或者说你用它来买，想换成别的币种交易，那也很简单。点一下这个倒三角，那你可以在里面挑选你的喜欢的交易的货币，上面可以看到主流币，你可以点一下，比如说 BTC。比特币、ETC、以太币、OKB、OEB 啊，后面的话还有其他的啊。一般主流的话，我们就选择主流币就可以了。主流币，比如说我们选择第一个 BTC 啊，点进来以后又会教你选啊，你如果买BTC 用什么买？有 USDT、USDC， 我们一般选 USDT 选第一个。我们现在就用 USDT 来买一点比特币，给大家实操演示一下。接下来是重点，那里你可以看到有个市价委托，还有个限价委托。限价委托就是这个，限价委托就是你设定一个价格，比如说比特币现在价格，现在实时比特币价格是59000左右。那如果说你限定一个价格，你想在55000买入啊，你可以在这里设定你要多少钱买，下面设置你要买的数量。啊，你准备买多少？那你可以拖动下面，因为你有多少金额，你最多能买多少。下面的话它会显示，你看我一共只有135U，那我最多能买0.0024个比特币。如果说上面的价格跌到，因为现在是59000，如果价格跌到55000，然后点击买入 BTC， 如果价格低到55000，那系统的话就会自动帮我买入。这就叫做限价委托。如果说价格没有跌到55000，交易就不会成，返回来。如果你也想取消购买，你直接点进来，这下面有个限价买入，这个地方点一下它，这里点击撤销订单啊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反过来，如果说你觉得比特币正在涨，你又非常着急的想买。那这里你可以选择市价委托。市价委托的话，市价这个价格你就不能填，下面的话你只能选择你要买多少钱的 BTC。那下面你直接可以选，你可以直接填入一个你要买的金额，还有点击买入 BTC 就可以了，就非常成功，直接就买成功了。右边这里有个交易记录，我们点进来看，那你可以看到你刚刚成交的价格，你花了1U。买了多少比特币？那这里的话已经显示买入成功。左上角返回一下，再点一下左上角，再可以返回。那如果说你想卖出，那原理是一样的，你点一下再卖出。卖出的方式和刚才一样，有限价委托和市价委托这2种方式。下面填入你要卖多少比特币出去，还有最底部点击卖出比特币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卖出以后也是右上角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交易记录，这里你可以看到你刚刚卖出的比特币，这里已经交易成功了。下面再给大家讲一种交易方式，我们再点一下下面交易，有个合约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合约，这个合约也叫做永续合约它是一种类似于期货的交易方式，但它没有到期的时间，你可以一直持有这个合约，而不用担心合约的到期通过永续合约用杠杆借更多的资金来放大你的收益或亏损，同时交易的是价格差，而不是实际买卖的资产。最简单来说，永续合约就是一种可以长期持有，通过涨跌赚取差价的合约类赚取差价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来实操一下，来看看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永续合约交易是怎么样交易的。那首先我们点击最下面这个交易，那你先选择合约，点一下它。我们这里可以切换账户的模式，点一下。这里我们可以改成现货和合约模式。那它可以使用现货杠杆永续交割期权，保证金模式有全仓主仓。展开大概这样子，我们点一下它，一人点了它，点击切换，切换之间账户模式升级，这里我们也需要升级一下。为了接下来更好的控制资金风险，你需要答题通过才能升级到像现货和合约模式，我们需要答一下。那你这里面的话，大家可以先去学习一下。
如果说这里面的题你不知道怎么答，你可以把这里截个屏，截了屏以后，我们打开我们的 ChatGPT 如果说你的ChatGPT 是会员的话，那 GPT 的话它有识别图片的功能。我们点击左边这里个图片，把我们刚才截的题传进来，我说帮我答一下，那我叫 GPT 帮我答一下，因为如果你第一次的话，你可能不知道的中间这些题的问题该怎么回答，我们叫 GPT 帮我们回答一下。你看它这里帮我们很快就帮我们回答出来了。GPT 的付费账号才有图片识别的功能。那但是你购买 GPT 会员的话，它是需要国外的银行卡。如果说你没有国外的银行卡的话，我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申请一张国外的银行卡非常简单。有了那张银行卡以后呢，你可以购买国外的很多软件服务都可以。那这 GPT 已经帮我们答对了，我们回到我们的正题。第一个我们选正确，我们返回来，那我选对的。第二个，为了通过风险准备机制，那我们选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选哪个？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它叫我们选会。再看第四个，我们选择是。这样的话答的话基本上是答对的。好，全部答对有点低，确认一下。这里我们答对成功了。那我们刚才用 GPT 用 AI 帮我们，GPT 用 AI 帮我们答的题。那 AI 的话非常好用，ChatGPT 大家手机上一定要装一个。有任何不懂的、不明白的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 AI GPT。这里它有说保证金模式，切换为现货和合约模式后，所有交易的品种设置为主仓。第二个还有一个仓位模式，可在交易模式中切换单向持仓或者说双向持仓。我建议大家选择为主仓，我们点击去设置。双向持仓就是一个交易品种可同时持有多和空两个方向的仓位。单向持仓就是一个交易品种仅可持有多和空单一方向的仓位。如果说你已持有某一个交易品种的仓位，买入或者卖出的时候将增减原有仓位，而非开新的仓位。我们选这个双向持仓吧。账户模式这里我们就选第二个，就选这个。那你可以看到你现在的话就这里有开多开空。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你觉得比特币会涨，你就开多；如果说你觉得比特币会降，你就开空就可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界面跟现货交易感觉有点相似，里面交易的方式有逐仓还有全仓。对于新手朋友来说，我推荐你们使用逐仓的模式。为什么？因为逐仓的模式下，你开一单只押上固定的资金，比如说200U，就算爆仓了也只亏这200U，风险可控。选好逐仓以后，接下来我们一步就来选择调整我们的杠杆，也就是来挑杠杆的倍数。这里的提醒一句，如果你不熟悉交易的话，千万别轻易上高杠杆，不管你是做多还是做空都是3倍。这里我们选择，你这里可以选择5倍，下面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选择新手的话不要舍得再看，我们选5倍吧。选好以后点击确认一下，然后这里它会提醒你，这里有个风险提醒，那你可以确认使用一下。紧接着下面也是和刚才一样，也有个限价委托和市价委托，和我们刚才的现货交易是一样的。限价委托就是你指定一个价格，到了那个价格它会自动成交。市价委托就是按照当前的，比如说比特币有59741美元按当前这个价格进行成交。那当然为了简单起见，马上给大家看的效果，我这里选择市价委托。当然真正你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一般都是用的限价委托。我这里选市价委托，下面的市价你没法选，这里你可以选择数量，选择多少数量。因为你最多可以用来下面你拖动，你看下面有在变化，下面的数字在变化。你最多，因为我现在这个新号账上只有135U，我最多的话能拉到135。因为是演示，那我这里就随便选一个，比如10%。下面有2种方式，一个是开多，还有一个是开空。开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你预期比特币的价格会上涨，如果说价格如你预期上涨的话，你可以通过在更高的价格卖出资产赚取利润。
下面的开空是什么意思？开空是你预期比特币，比如说它会下跌，所以你卖出该资产，即使你并没有实际拥有它，你介入该资产，并在未来以较低的价格买回，从中赚取差价。如果价格如你预期下跌的话，你可以通过低价买回资产并归还，赚取利润。简单来说，开多就是你押注价格上涨，而开空就是你押注价格会下跌。那这里比如说我选择开多，我觉得比特币还会上涨，我点一下它，这里已经下单成功了。下单成功以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仓位，我们点一下仓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点，在这个永续合约里面有个比较重要的，有个止盈止损这里我们点击，好的，我们要把风险控制到让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以内。我建议你每单都设置好止盈止损，比如说涨幅最多30%。涨跌最多也是30%。下面你可以选择多少比特币，下面可以选择数量。比如说上面那个限价止盈就是当涨幅达到30%的时候，我们可以平仓或者卖出。止损就是当它下跌30%的时候，我们可以平仓，我们可以卖出。这里选好以后，我们点击下面确认一下，点击继续下单。这里就显示下单成功。下单成功以后，如果你觉得你想取消，你直接点击这里撤单就可以了，点一下这里撤单，确定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我拉到最下面，我们刷新一下这个界面，你可以看到最下面还有一个永续合约这里。如果说你想结束这个永续合约，你可以直接点中间的平仓，或者说点击市价平仓，我们直接比如说我点击平仓，那这个交易的话就会结束。平仓的话其实就是结束一个已建立的交易，不管这个交易是开多还是开空，那目的的话就是实现收益，减少风险。我们这里直接点平仓，那这一单的话就结束了。那我这里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平仓。平仓是指你在交易中关闭或者说结束一个已有的持仓具体来说，如果你之前是开多，也就是买入资产并持有，那么平仓就是你卖出这些资产，从而结束这个交易，并锁定收益或者亏损。如果你之前是开空，也就是卖出介入的资产，那么平仓就是你买回这些资产，以结束交易并归还介入的资产。同样锁定收益或者亏损，同样锁定收益或亏损。永续合约为什么币圈这么多人都喜欢玩，这么受欢迎？原因有3个。第一个的话，它能让我们以小博大，用不多的钱加上杠杆，你就能赚得更多，因为我们这里可以设置倍数。当然了，要是方向看反了，那你亏的也越多，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得悠着点。第二的话就是永续合约，它允许我们做空，也就是下面的开空。比如说你手头上没有以太币，但是你觉得以太币要跌，那就可以通过做空来赚钱，就像是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也能捞一笔。第三，永续合约的手续费比较低，相比现货的交易，永续合约手续费更亲民。这也是大家喜欢它的一个主要原因。好，接下来让我们回到电脑端，我们来到策略交易，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策略交易。我们点击交易以后，这里有个策略广场，我们点进来。在策略广场里面，它内置了各种智能策略，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群交易机器人。24小时，它可以不间断的帮你寻找低买高卖的机会。说到策略，网格策略可是一个比较热门的选项。我们可以看到有现货网格、合约网格、无限网格。网格的话方式很多。策略交易它就是智能策略，自动交易，无休运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选择，比如说它有震荡、看涨、看跌等等。那里面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还有个智能套利、一键套利、智能对冲，还是有点意思。当然，如果说你对策略不是太熟悉，那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有个策略广场。策略广场里面是高手云集，
他们的交易策略一目了然，你只需要轻轻点一下跟单。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你可以跟着他买，那也没有问题。这里面你可以根据你看他默认使用的杠杆是50倍，那我觉得作为普通人可能这个有点高，那你们可以点进来调整一下，比如说你可以调整为5倍，点击确认。而下面的话再填入你要投入的保证金，因为每个活跃网格它有你最低买入的保证金的要求，比如说这个至少要买390啊，填好价格以后，点击立即跟单就可以了。那下面的策略广场还有很多啊，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收益率，比如说这个1183，这个1445，这个1560。啊，还有可以看到运行时长，比如说这个运行了54天，差不多运行了2个月。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带单的规模有多少 USDT，比如说这个带单规模是110万左右。那下面还有这些啊，有100亿，你们可以进来筛选一下。你想跟着谁买，你可以直接点击跟单就可以了。当然，它这里还有分润是30%。比如说这里如果有做空。那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跟单，这里杠杆我们可以选一下，我们新手你不要选那么高，比如说我们选个3倍、5倍啊都可以。这里选择你要投入的保证金，那最少的话是11，那我们可以，那你上面选择的杠杆不一样，那下面的话你需要投入的资金的话也是不一样。比如说我选择5倍杠杆，这里必须要11.6万，必须要大于这个才可以。点击立即跟单啊，这里可以看到已经创建成功。也可以点击详情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永续，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跟单的永续合约。这里的话有总收益，这里有收益率是多少，下面可以看到分润的比例、分润的金额等等。那如果是你想结束这个，很简单，也就是点击这里右上角停止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那这个就是策略交易的跟单方式。那我们再点击交易，这里策略交易策略广场。那 OE 的话，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跟单交易。如果你是合约交易的高手，那你不妨可以申请加入 OE 的策略交易员，那你可以享受可能最高会获得30%的分润。那你可以点击立即前往，那你可以来申请一下。申请成为带单交易员的话，你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证明交易的能力，还有你填一些个人的资料，比如说你填一下资料，填一下昵称，选择下一步。那比如说我们填个小 B， 点击下一步，这里填入你的联系方式、社交媒体账号，这里一个节点，那如果没有的就不用填。带单的业务，这里可以选一下你是擅长现货策略还是啥，啊，阅读，点击立即申请就可以了。申请通过以后，那你就可以成为带单交易员。成为带单交易员的话，你就可以最高可以享受30%的分成。当然，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可能平时你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盯盘或者操作交易，这个时候的话，跟单交易就是你的福音。我们可以点击交易，交易下面往下面拉，这里有个交易广场，交易广场这里有现货跟单、合约跟单，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比如说现货跟单。你可以在现货跟单或者说合约跟单里面找到那些表现优异的交易员啊，一键跟单。那这里只需要点击立即跟单就可以了。他们的交易你可以直接复制过来，如果他们赚了10%啊，你也可以跟着赚10%。且当然，作为交易员的感谢，你需要支付其中的1%作为他们的奖励，这样你既能享受到交易带来的乐趣。还可以轻松实现资产的增值。那里面的交易员很多，那你可以选一个，这里点击更多，那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交易员。那一般比如说我们选一个合约交易，可以综合排序，你可以上面排序一下啊，右边这里筛选呢，你可以交易员的资产你也可以来设定一下，或者带单规模可以，胜率你可以比如说可以90%、80%，带单的时长你下面都可以选。设定好以后，点击确定一下啊，下面会帮你筛选出来。你看这里有个胜率88%，胜率82%，近1年的交易员的收益增长了39.69%。比如说这个87.52%，那我们可以选择成为带单交易的天数，这里有日期成为了90天，这个40天。
你可以选一个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的，但是交易还比较成功的，比如说这个，但是还是需要带单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现在我们选这个，点击立即跟单啊，近一年的情况你可以看一下，它近一年盈利天数是亏损了8天，盈利34天，胜率80%。下面有它的一些具体的表现，那你可以来看一下。根据比如说它的币种，BTC 是占最大的，以太坊币占9.4%，持仓分布这里可以看一下它的持仓分布。啊，如果说你要跟单的话，这里点击右上角立即跟单就可以了。这里有它介绍，985数学博士5年币10几年，涉猎股票等等等等，点击我们来立即跟单一下。这里可以投入的金额，你这里可以填一下投资金额，但是它有要求，不能低于5000U，也就是说你至少要投$5000才可以。下面这里还有高级设置，这里有个跟单止损，就是当跟单交易员净损失达到多少，比如说达到1000U 或者100U 的时候，将自动解除跟单的关系。这里可以来设置一下啊，剩余的仓位你想怎么处理，可以立即市价全平，或者说跟随交易员平仓，或者自动处理都可以。选好以后点击我已同意，然后点击立即跟单就可以了。这个至少5000。那我们换一个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这个从小有个财富梦想，我们点击立即跟单，它是稳定盈利、超短线、慢就是快，主打一个稳，看赚钱就跑。跟单的老板一定要打开对冲模式，低回撤稳，越稳定15个点啊，这个是它的自我介绍。那比如说我们点击立即跟单，那这里这个要求第一点至少100，我们来投个100，然后跟单后立即，这里有个跟单后立即复制仓位，就是你开启以后，如果说交易员当前持有仓位，则跟随后立即以市价复制当前仓位。这里点击我已阅读，立即跟单，好，点击确定一下，啊，这样的话就跟单成功。啊，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个跟单详情。啊，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比如说今日的收益，投资额多少，分润比例是10%。啊，如果说你想结束这一单，那也很简单，直接点击这里一个市价全平，啊，点击一下确定就可以了。啊，这个，然后的话你跟单的话就结束了，非常简单。啊，随时你可以选择跟单，那你随时也可以选择退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有个金融，在金融里面，我们就是如果说你有多余的闲钱，那你可以把钱放在里面来进行赚币。啊，它里面赚币的方式啊有几种，上面简单的有简单赚币、结构化产品，还有链上赚币。比如说我们随便点个结构化产品给大家看一下。结构化产品的话，你不需要交易费啊就可以进行。啊，不需要交易费。下面的话有一些选择，比如说雪球、囤币雪球、双币银、海鸥、鲨鱼啊等等，每一个的话都有一个申购开放的时间啊，到了时间你去申购就可以了。啊，下面也是，比如说囤币雪球，比如说你看涨 BTC、看涨比特币的话，那你可以点击申购，我们点一下申购。申购你可以选择你看涨 BTC 还是看涨以太币。啊，这里也有申购的时间呢，你可以按照这个时间到时候来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产品，比如说这里有个简单赚币，简单赚币这个就很简单啊。比如说 USDT 啊，参考年化2%到10%，那我们点一下它，那你可以直接，比如说平台奖励这个活期的10%，你可以直接点击申购，或者说2.2%，30天。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我们以这10%为例，点击一下申购，这里你选择你要买多少，比如说我买10U，最低目标最低初级年化率，我们点一下这个，那这里你先可以看一下历史年化3%，那这里你可以设置一下你的要求，比如说我可以设3%，平台奖励10%，这里点击阅读啊，点击申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点击查看订单，你可以看到你刚才申购的这里。如果说你想赎回的话，也非常简单，你点一下它，然后这里赎回或者说再次申购都可以。比如说你要赎回，我们点一下赎回，啊，你要赎回多少？比如说我赎回5U，啊，赎回到资金账户的交易账户都可以，啊，直接点击赎回就可以，确定一下，啊，这个钱的话马上就回到你的资金账户。总之这里面交易的起来都很方便。
不管是你要买入买出随时都可以进行操作。那我们这里再看一个链上专币，链上专币的话就可以来探索 DeFi 世界的无限精彩。那这个操作模式我们往下面拿，比如说下面有 USDT 参考年化2.76%，这下面以太坊2%到2.87%，那直接你一样的点击申购。这里你可以选择你的数量，你要申购多少？那这里有个申购日期，现在起息的时间，赎回利息，这里直接点击申购就可以了。这里点击我同意申购，买这些都很方便。总之，反正你买了以后，这后面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年化。这里还有个借贷门。然后往下面呢，这里有个活期借币，质押资产即可开始借币。比如说你想借币的金额，你这里可以选，比如说你要借，下面的话它会根据你的质押物的总量算出你能借多少出去。质押物这里填一下，质押物这里默认填一下，点击立即借币就可以了。那点击同意确定一下。你的借贷将于几分钟显示。这里可以看到借币详情。这里你可以看得到。你也可以直接点击这里进行还币，也可以点击还币。然后这里选择你要还多少，点击继续，确定一下。就是你的借币已经还清了，也可以在里面借，也可以借，那也很方便。那最后这里又可以看到 Jumpstart，那它跟其他交易所的，比如说 Launchpad 或者说 IEO 的差不多意思。Jumpstart 的话，它主要就是我们可以有些币它刚刚推出来，我们可以成为它的早期投资人。那下面的话有一些往期的项目可能已经结束了，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历史最高涨幅其实都挺高的，像这个涨幅2000，这个涨幅1800，这个涨幅500。最近的话确实里面还没有什么好的项目不过大家可以先来了解一下这个 Jumpstart。那如果说后面有推出的新项目，你们可以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子账户，鼠标放到我们这个头像上面，这里有子账户，我们点一下。子账户就是在主账户的大旗下面，你可以开设多个子账户。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主账户专门用来跟那些高手的交易员跟单。这里你还可以创建一个子账户这个子账户你可以来负责那些经过验证的好的策略比如说我再创建一个子账户这个子账户我用来进行一个策略交易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策略广场的一些策略来进行跟单，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子账户，在这个新的子账户里面你可以自己来进行交易。那这样的设计的话，不仅可以让你的交易策略分门别类，而且操作起来也是特别的简单你只需要动手指创建子账户输入一下登录名，选择你的普通子账户或者资管子账户。那么这里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普通子账户输入你的登录名高级设置这里你可以设置账户模式、涨跌幅周期、交易单位以及下单模式。充币的话，允许充币到子账户，你可以把它打开。当然这上面可以更改它的一些权限等等，全部设好以后点击提交全部就可以了这时候它会向你手机发一个验证码，那我们把验证码输进来，点击确定一下。那么这个子账户的话就已经创建成功后面如果你们可以把每个子账户定为一个身份，这个子账户比如说用来进行合约交易，那再建一个子账户用来进行期权交易，再建一个子账户用来进行现货交易还可以建个子账户来进行一个策略交易等等。每个子账户的话管理不同的交易方式如果说你要删除这个子账户也很简单，这里点击这3个点直接删除就可以了。当然同时也要手机设个验证码。我们再来看一下 OE 的储备金，我们点击更多，这里有储备金你这里可以查看 OE 储备金的，也可以查看 OE 的储备金率OE 通过储备金率来衡量平台是否有充足的资产储备。这里可以看到验证的时间，比如说比特币它已经超过100%了，说明是安全的。以太币的话100%也没问题， USDT 那这个稳定币105%也没有问题。那你可以衡量一个平台的储备金率就可以来知道这个平台的实力还有安全性。我们再来看一下 OE 的市场，上面这里有个发现这里有市场
这里可以理解为是币圈的风向标。主流币你可以看到上面所有的一些币种，可以看到主流币各种币它们的表现，最近的表现怎么样啊？你一目了然。比如说这里可以看到比特币的最新价、涨跌幅、市值，后面都看得很清楚。如果你要交易点，交易要闪兑，你可以马上闪兑。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它的，可以比如说我们点击这里比特币，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比特币实时的价格。可以看到这里20年、22年、23年、24年它的一个价格的变化。2023年的时候还是2万多美元，今年2024年变成接近7万美元了，6万8，这里还有6万高的时候已经到7万了，7万以后然后又下来了，今天的价格是5万9，也在这个高点进行波动。你可以选择看1年、看1周、看1个月、看1个小时都可以。如果说你是技术控，OE 的话还提供了一个开发者平台，这里有个公链，你可以点击开发者平台，也可以进行测试网水龙头、测试网跨链桥等等。当然 ，OE 的功能非常多，我们今天只是浅浅的挖了一勺。它还有一个 Web3 钱包也是一大亮点，能让你一键穿越到去中心化的新世界。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视频给大家再来详细聊一下。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就是虽然 OE 提供了这么多功能还有服务，但是投资的话都是伴有风险尤其是在币圈，现在还处于一个成长期，波动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不管你是玩它的哪个功能，都先需要好好学习一下，做好功课，谨慎决策。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有啥疑问或者想聊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